你敢信？就因为我太过洁身自好，不近女色，系统直接就颁布了一条，如果不娶妻，就要与我同归于尽的任务。我只能走上一条征服合欢宗圣女，拿捏傲娇女帝，怀拥妖族女皇的羞羞之路。系统第10101次询问宿主，愿不愿意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系统第19999次询问宿主，愿不愿意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本老祖前世被女人拖累，30不到痛失腰子，这时好不容易穿到了个修仙体，还成为了一个修仙家族的老祖，绝不能再栽在女人身上。可宿主若再不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苏家的血脉可就要绝后了啊！本老祖只是个穿越者，和顾家又不是真血亲，绝后就绝后，无所屌味。检测到宿主无视游戏规则，妄图挑战系统的威严，系统愤怒值增加10、20、30，愤怒值增加99999。狗系统，停下！快给老子停下来！系统愤怒值已达10万点，如宿主不立刻娶妻生子，本系统将与宿主同归于尽。自爆倒计时10分钟。狗系统，这回让我破个处，玩那么大！自爆倒计时9分钟。你大爷的！圣女大人，我顾家与你合欢宗素来井水不犯河水，今日又为何要行此恶事？合欢宗做事，何须向你们这种不入流的小家族交代？都杀了吧！恳请老祖出手，救我顾家于水火！老祖，你就是顾家老祖，看上去倒有几分帅气。不过听闻却是个不解风情的死木头，可惜了。嗨，美女，有兴趣跟我生猴子不？你敢信，被整个南域称作千年老处男的顾家老祖，只因洁身自好，被系统逼迫的要在10分钟内找到媳妇儿，还要生孩子。愿意跟我生猴子不？你说什么？来不及了，跟我走。大胆狂徒，居然敢当着我等面掳劫我宗圣女，找死！聒噪！啊，元婴强者，老祖居然是元婴强者，我顾家复兴有望啊！啊！早闻老祖天赋异禀，实力强横，却没曾想居然强横到此等地步。你怎么这么厉害？这才哪儿到哪儿，待会儿让你见识点更厉害。本老祖要闭关，谁都不许来打扰。本老祖要闭关，谁都不许来打扰。谨遵老祖旨意。你们说，老祖既是闭关，又为何要将合欢宗的圣女给一并带走？老祖行事定有深意，岂是我等所能揣测的？啊，是啊，毕竟老祖洁身自好，不喜近女色的美誉，可是整个南域家喻户晓的呀。登徒子，你不是号称千年老处男吗？怎么会的这么多？这家伙搞出的那些花样，简直比我们合欢宗典籍里记载的还要繁杂许多，怕是连师尊都得甘拜下风。你会的不多，又怎知本老祖会的多？你其实呢，本老祖年轻之时还有一个称号，
什么称号？诚实勇敢不拜金，温柔可靠小郎君，一杆银枪扫天下，两面夹击浑不怕。这里是本老祖的一处私宅，无人敢来打扰。萧圣女就好生休养，等改日，本老祖再来探望。想我堂堂合欢宗圣女，居然被个不识女色的登徒子给……待师尊和大长老闭关出来后，我定要你好看！这狗系统果然不舍得自爆。检测到宿主成功拿下合欢宗少女一血，成功从老男孩蜕变成3秒真男人，现发放奖励。你敢信？被整个南域称作千年老处男的顾家老祖，不仅拿下了合欢宗圣女的一血，同时系统还为了庆祝他从老男孩成功蜕变成了3秒真男人，特地发放了开包大礼包。大礼包已发放，请宿主查收。恭喜宿主获得圣品洗髓丹1枚。普通洗髓丹能够让炼气境修士在无视资质的情况下成功筑基，而这圣品级别的能够让元婴境以下的修士直接凝结出元婴，一步登天。只是光这点儿，似乎还不足以弥补本老祖这7天7夜所流逝的子子孙孙呢。鉴于宿主是第1次失身，可奖励100倍返还系统，无论宿主赠送出去任何东西，都会获得100倍返还。我操，这功能牛逼呀！启禀老祖，翠山求见。进来吧。哎，怎么没见合欢宗的圣女？难道已经被老祖给……翠山，身为我顾家家主，这些年你的努力，本老祖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这枚圣品洗髓丹就当做奖励吧。啊，圣品洗髓丹，老祖，这太贵重了，翠山不敢要。哼，区圣品洗髓丹而已，以后只要是咱顾家之人，管够。触发100倍返还，宿主获得100枚圣品洗髓丹。哈哈哈哈！有了这100倍外挂，我南域顾家还不是分分钟就能崛起？任务发布，请宿主务必在3个月内拿下3万年前陨落在焚炎遗迹中的焚炎女帝的一血，拿下3万年前陨落在焚炎遗迹中的焚炎女帝的一血。任务成功，奖励宿主万古不灭神体；任务失败，直接自爆。尼玛！且不说人女帝都陨落3万年了，还要拿一血这种行为道不道德？就光是能号称女帝的，不说实力了，光是威压，确定是我现在一个小元婴能够靠近的。为了顾家能开枝散叶、繁荣昌盛，系统特将宿主的势力提升至洞虚巅峰，并奖励仙级神通擎天一指永不倒。这股威压，难道老祖实力不仅仅只是元婴，而是至上法相境，甚至是化神境？你敢信？狗系统就为了让我能传宗接代，不仅要我开局拿下合欢宗圣女，还要我前往焚炎遗迹拿下一个陨落3万年的女帝一血。原来这就是焚炎遗迹的入口。老祖，合欢宗的人来了。顾长歌，交出我宗圣女，否则我走。你不是元婴，而是法相境的大佬。小妹儿现在已经是本老祖的女人了，你们若是再敢造次，我不介意让你们合欢宗南域除名。我不介意让你们合欢宗南域除名。你秘境开启了。秘境中凶险莫测，而且很有可能大家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你们一定要各自小心。是。若非有老祖之前赐下的圣品洗髓丹，让我等一举迈入元婴境，恐怕现在我等已经陨落。家主，那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先找老祖。恐怕没这个机会了啊！你们难道就不怕我族老祖报复吗？焚炎遗迹本就凶险异常，我们只需要把事情推到这些畜生身上，就算他顾长歌是法将巨擘，就能奈我何呀？你上！
南域除名。是老祖！啊，那可是我燃烧了本源才凝聚起来的杀招，就算法相巅峰修士也不敢应接。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我不是法相？啊，你不是法相，难道是画？你敢信？进入焚炎遗迹后，顾长歌就被传送到了一个平原上，好在有系统放神，瞬间把他的修为提升至了化神境。咱们老祖竟然是法相之上的化神，偌大南域，化神屈指可数，我顾家兴起有望啊！老祖，这些合欢宗弟子如何处置？若愿归顺，暂做杂役弟子；不愿意，直接抹除。我等愿意归顺。我等愿意归顺。难道是有什么重大出现？顾家的人怎么突然出了这么多？怎么还有好几个合欢宗的人站在顾家阵营里了？哼，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可见，不仅嚣张跋扈的合欢宗大长老被我一根指头就给灭了，其门徒还尽数拜入了我顾家，成为顾家的杂役弟子。系统，这天路是干嘛的？天路，顾名思义就是登天之路。登天之路，每个遗迹都有一条天路，有的能真正做到一步登天，而有的却危机四伏，隐藏着大恐怖。那焚炎遗迹里的呢？作者可以登顶了以后看看哦。老祖，您看咱们是不是也……天路不是你们现在能闯的，还是带本老祖先去探探路。另外，小心幽冥宗的人，总觉得他们此行目的不单纯。是。我等愿意归顺。焚炎女帝，你若是再不把神魂献祭给我，信不信本座今日便让你灰飞烟灭？哼，你若真有这个能力，也用不着跟我在这里耗上3万年了。本座之前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但你也别忘了，本座当年在外面还留有踪，只要他们从外面将这石棺禁制在室内，你猜结果会是怎样？你卑鄙！你敢信？我就经个遗迹，不仅惹上了南域第一大邪宗幽冥宗，还和3万年前的一尊大魔头扯上了关系。根据祖训记载，这口石棺应该就是困祖先祖的枷锁了。只要将其击毁，幽冥宗定能统御整个南域，成为剑指中州的存在。啊，顾长歌，我就是来看看，你继续。顾长歌，你真当我会信了你的鬼话吗？怎么，看样子你是想跟我碰一碰？何不可？哼，轮到我了。行径一指，永不倒。哼，轮到我了。行径一指，永不倒。
就这。真是没想到，堂堂焚炎女帝也有害怕的一天。本帝跟你拼了！啊，打扰下，你们两个谁是我媳妇儿？你敢信？我好不容易根据系统提示找到了第2位媳妇儿，她却要当着我的面自爆。我的后人终于来了。什么后人？啊，你难道不是我幽冥宗的弟子？幽冥宗这名字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你让我想想。小子，你到底想没想起来？啊，想起来了，幽冥宗我确实遇到过，不过什么？被我一根指头给压死了。本座布了整整3万年的局，居然被你一个小小的化身修士给破坏了！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不好，他要自爆，你快逃出去！不好，他要自爆，你快逃出去！逃是逃不了一点儿，毕竟系统给的第2个媳妇儿还在这儿。可这自爆，请自到宿主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系统特赠送无敌体验卡1张，使用本卡，宿主将获得10分钟的无敌效果，但效果消失，宿主将会有1个月的衰弱期，还望慎用。命都要没了，还慎用个屁呀！你难道是仙人精？我这是……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醒了。不是，你刚刚……嗨，又不是第一次了，害什么羞啊？关键你丫的是在吸我修为啊！喂！没想到你小子体质还挺特殊的，倒是给了本帝一些惊喜。所以系统，你到底奖励给我的是什么身体？为了顾家能开枝散叶、繁荣昌盛，系统特为宿主选择了一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体质，养了个羊，又硬又阳的神体。此神体与神通擎天一指有不倒，同时使用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哟。我哟你大爷啊哟！现在是身体的事儿吗？是身体的事。没看到这个3万年都没见过男人的老娘们儿，都快把本老祖的修为给吸干了吗？佛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有空就要色，有色就有空，请宿主坚持。来吧，不抵抗了，直接把我吸干得了。你敢信？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个被困3万年的女帝，结果她却把我当成了顶炉，直接吸成了凡人。不就一点修为吗？等本帝恢复到了巅峰，一定会对你负责的。我不要你负责，我要你还我修为啊！
不是说老祖他老人家向来洁身自好，不喜近女色，怎么才刚掳了个合欢宗的圣女，现在又从秘境带回来个冷艳如冰霜的大美女啊？哎呀，老祖行事定有其深意，咱们呀还是别瞎猜为好。我是担心2个极品美女共处一室，是不是会……早就说女人是祸水，你非要我传宗接代，系统，你给我出来！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顾长歌，本帝问你，你到底是要我，还是要这个狐狸精？我……长歌哥哥，凤儿虽是你第一个女人，但也自知比不上焚烟姐姐，所以为了不让长歌哥哥为难，你就休了媚儿吧。只求哥哥能记得，在你的人生中，总有个女孩，她叫萧媚儿。累了，毁灭吧。检测到宿主正为情所困，贴心系统为您发布新的任务。难道狗系统良心发现，要恢复我修为了？请宿主立刻前往征召，解救你的第3位真命天女。你敢信？我已有2位剑拔弩张的交期，系统居然还要我去找第3位。下面应该就是沈家，那就让咱们去看看长歌哥哥的新欢到底长什么样了。沈秋月，太子殿下看得上你，那是你的福气，也是我们整个中州沈家的福气。老夫劝你还是乖乖的从了，否则……不，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妥协的。冥顽不灵。这沈秋月可是罕见的纯阴之体，对我皇室所修炼的霸道无极功有极大帮助。要是就这么死了，也实在有些可惜啊！慢着，太子殿下，你确定不肯从了我？确定。好，很好，先把那老家伙的一条胳膊给本宫卸下来。是。我的好弟弟，为了沈家，就只能委屈你了。你说是敢碰我父亲，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沈家。我沈家已抱紧了无极皇朝大腿，在中州，还有谁敢动我沈家一下？你敢信？我不仅被2位娇妻挟持着去找第3位老婆，还因此得罪了中州最强势力无极皇朝。我的好弟弟，为了沈家，就只能委屈你了。你说是敢碰我父亲，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沈家。我沈家已抱紧了无极皇朝大腿，在中州，还有谁敢动我沈家一下？你们究竟是什么人，竟敢闯我沈家？难怪这登徒子就算拼了命，
也要我来帮他找第3个老婆，原来是罕见的纯阴之体。我在问你们话呢。聒噪！殿下，此女修为深不可测，需小心行事。何止修为深不可测，我看有的地方更加深不可测呢。美女，本宫乃无极皇朝太子，你若从了本宫，本宫定许你正妃之位。至于你旁边这位，当个侧妃也不是不可以。哦，那不知太子殿下要以何为凭证呢？殿下，小心！你敢信？连我都不敢招惹的焚烟女帝和萧圣，无极皇朝的太子反倒主动挑衅，还要封妃纳妾。殿下小心！滚！化神，你居然是化神境的高手啊！萧媚儿是什么时候晋升到化神境的？记得刚取回来的时候，好像才金丹境，这么短的时间，连跨3个大境界，难道是因为我身体的功劳？宿主猜得很对。由于阳了个阳，又阴又阳，人体特殊属性，只要和宿主进行双修的修士，都会提升自己的修炼速度。天赋越高，速度提升的也越明显。我就说怎么一开始还对我喊打喊杀的萧媚儿，会转变得这么快？原来是图谋本老祖的腰子啊！温馨提示：距离本次任务完成倒计时还剩下10分钟，希望宿主抓紧时间。让开！嗨，大妹子，搞个对象呗？你看戏。原以为萧媚儿对我是真爱，没想到她原来一直是在图谋我的腰子。虽然这个男人长得很欠揍，但与其嫁给他，也不能便宜了那个臭名昭著、荒淫无度的无极朝太子。沈秋月，你如果敢答应，信不信今日我便让你沈家除名？信不信今日我便让你沈家除名？哼，当本老祖的面，还敢威胁本老祖的娘家人，你当真有了取死之道？你不过只是区区凡人，还敢自诩老祖？若没有那2位漂亮女人给你撑腰，像你这样的，本宫能打10个啊，不，打100个。这可是你说的。你什么意思？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两位夫人，那个老狮子太子把为夫看好了，等办完正事，为夫再来办他。你看戏，堂堂顾长歌，顾家老祖啊，居然只有3分钟。长歌哥哥，怎么这么快？赶时间，赶时间。斗虚境，他竟然隐藏了修为。现在你可选择好了死法。你竟然是斗虚境的前辈！多少天骄最终都只能止步于化神境，连巅峰期的都没看到过几个。而这位神秘人不仅年纪轻轻，境界更是达到了可怕的斗虚，后生可畏啊！你也别忘了，站在他面前的那可是无极皇朝的太子殿下。殿下实力或许要略逊一筹，但人脉和底蕴也绝非眼前这几个家伙能比的。小子，我承认之前确实小看你了，但你别忘了，无极皇朝乃中州第1大势力，朝中洞虚境供奉便有数10位之多，而我朝老祖更是再需经历一次雷劫，便可得道成仙。你又有何资格跟本宫抢女人？说完了吗？说完了的话，那就可以上路了。擎天一指，永不倒。
你竟然真的杀了无极皇朝的太子？有问题？他口中的那位，与本帝也算有些渊源。你现在杀了他的孙子，以他的性子，恐不会轻易罢休的。不罢休就不罢休呗，反正已经得罪了，大不了就再得罪一次。总之，本老祖的女人由本老祖自己来护。但愿你真的能做到吧。你敢信？不过只是想恢复实力的我，却惹来了9天神雷，差点当场被劈了个外焦里嫩。如此恐怖的威压，难道是我顾家的哪位前辈要突破到渡劫境了？看方向，好像是老祖闭关的地方。确实是长歌哥哥在突破，只是这结缘似乎有些不太对劲。这是9天神雷。啊？什么？传言，只要仙人在受到极刑时，风才会降下9天神雷。老祖他这只不过是在突破呀，怎么就……来不及了，快吩咐下去，顾家全族撤退。狗系统，别人妒忌是正常雷劫，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成了9天神雷？宿主如今已经晋升为亘古至今独一无二的荒古纯阳神体，渡劫时所需经历的雷劫，自然也应该是毁天灭地的9天神雷啦，这样才能媲美宿主您的逼格啊！本老祖命都没了，还要高半的逼格。检测到宿主的确存在陨落的威胁，本系统根据生活想要过得去，头上就得戴点绿原则，可替宿主准备了一顶万年玄武帽，帮助宿主顶住。你敢信？渡个劫遇到9天神雷就算了，狗系统还让我在众目睽睽下戴了顶绿帽子。哇，老祖好猛啊，居然硬扛9天神雷！我感觉老祖脑袋上的绿帽子好像要更猛一些，没看见衣服都劈碎了，可他依旧坚挺着吗？回头我就把这条家族族规颁布下去。我顾家弟子以后必须要一人一顶绿帽子，生活要想过得去，头上就得带点绿。虽然我现在只堪堪踏入了渡劫1重的门槛，但体内狂暴的能量，再加上荒古纯阳神体的辅助，哪怕是遇到真正的仙人，也有了一战之力。难道是无极皇朝的人？本老祖马上就要飞升仙界，不愿在这下界多造杀孽。只要你们现在交出杀害我皇朝太子的凶手，并立下天道誓约，永生永世沦为我无极皇朝的奴役，本老祖可以饶了你们的贱命。否则，杀！你敢信？我才刚突破到渡劫境，岂可越级战斗？无极皇朝的老祖就组团来送人头。你究竟什么修为？为什么能够一招秒杀我皇朝最精锐的嗜血黑旗军团以及数十位洞虚境的供奉啊？这些话你还是留着去下面为阎罗王吧。你放了他。要么我死，要么放了他。要么我死，要么放了他。放人？这一次是我欠你的。顾公子，都回去吧，我没事。系统，你说他还会回来吗？你敢信，在我刚准备要铲除隐患时，老婆却为了其他男人以自刎来邪火，从而一去不复。系统，
你说他还会回来吗？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本系统能力范畴，暂时无法替宿主进行解答。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说。如果当初我没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你是不是真的会选择自爆？也许会，也许不会。毕竟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什么？娶老婆，你才能变强。否则以你的天赋，就算再给你万年时间，也难以达到现在的境界。是吗？启禀老祖，在您的帮助下，这一年之间，我顾家、沈家还有合欢宗加入的弟子们实力都有了不同程度上的提升，其中最差也已经达到了金丹期，而几位天骄已隐隐有了冲击渡劫境的契机，相信用不了多久，族内便可增添至少10位渡劫大佬了。短短1年时间，我们就拥有了数百名洞虚境强者，数千名化神境修士，甚至连渡劫境的恐怖存在都马上就要新添10位。莫说区区难遇，即便是在整个大陆，那都是傲然的存在呀。这一切全依仗长歌在资源上的慷慨资助，否则根本无法做到这一步。哎呀，说也奇怪呀，我家老祖曾经穷的那叫一个叮当响，可自从娶了萧圣女以后，似乎就变得资产雄厚了起来。难道说这就是凡人口中的旺夫？不！启禀老祖，原无极皇朝的老祖无极天在外求见。啊？难道是他回来了？你敢信？消失1年多的老婆，突然派人给我传信，说自己要结婚了。你说什么？3个月后，他要在你们无极皇宫举行婚礼？短短1年的时间，单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威压，便已让我承受不住。果然如主人所料一样，顾长歌此人深不可测。顾家老祖，我只是个传话的，你又何苦为难于我？老祖息怒，我错了。他还说什么了？主人说，你们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所以还请你不要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这里痴心妄想了。大胆！谁给你的勇气，敢这么跟我家老祖说话？竟然又是一尊渡劫强者！啊，主人，看来无极天和焚焰女帝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他说的那样，只是有点渊源而已了。念你只是个传话的，就且退下吧。你敢信自己老婆3个月后要跟别人举行婚礼，还特地派人来通知自己？七头，我在。有什么办法能在3个月内把我顾家全体实力再提升至少1个层面？我这里有一座玲珑塔，塔分12层，每层灵气以倍数叠加，且最低的一层其灵气浓度都堪比仙界，而且在塔内修炼100年，也只不过是外界1个月左右。灵气堪比仙界，而且还有时间差。但要开启它，需要燃烧宿主生命，每1000年生命可开启1个月。请问宿主是否要用？以我现在渡劫巅峰的实力，寿元应在3000到4000年之间，即便是开启玲珑塔3个月，应该也不会立刻毙命。但焚焰女帝那边明显是出了问题。我如果没有绝对强的阵容和实力，怕是本老祖的女人有本老祖自己来护。鸡头，开启3个月的玲珑塔。收到。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是有外敌入侵？
诸位莫慌，适才是本老祖动用了些许手段，给我顾家添加了一座玲珑塔，在内修行1日，便可抵上外界100年。且塔内灵气堪比仙界，层数越高，则灵气浓度越强。啊？什么？世间竟有此等神物？哈哈，天有我顾家，天有我顾家呀！即日起，所有弟子均可入玲珑塔修炼，为期3个月。3个月后，随本老祖去中州抢亲。你感谢这位老六，不惜燃烧3000年寿命，给家族铸造修炼圣地，只为3个月后有实力抢亲。你们也都下去，3个月后，我顾家全体前往中州。谨遵老祖法旨。你们放心吧，不过就是些许寿元而已。待为夫突破至凡仙境，自然也都补回来了。那要不让秋月也来帮帮夫君吧？还有姑奶奶我。主人，我回来了。话可曾带到？君按照主人吩咐，一字不漏的全部转述给了顾长歌。只是什么？老奴觉得，以顾长歌的性格，他并不会坐以待毙的。我又何尝不知？但就算如此，又能如何？以那些人的手段，他们布下的结界，即便是巅峰时期的我，都不一定能破开。又何况是渡劫期的他？你敢信？我燃烧了3000年寿命为代价，全族实力竟然以一个恐怖的速度在提升。我突破到化神期了！我已经半步洞虚了。我还差一点，不过相信再给我半个月，我也能步入化神强者的行列。啊，第8层好像是族长。记得半个月前族长就已经突破到了渡劫9重，现在再一次突破，岂不是要登临仙人境了？我等见过2位祖奶奶。是翠山要渡仙劫了。不好，翠山要撑不住了。那就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啊，难道沈祖奶已经登临仙人境了？恭喜妹妹。怎么会这样？不对，这股气息，即使是我都被压得喘不过气，肯定不是仙劫这么简单。难道是夫君他有突破了？你敢信？人家脱凡入仙只是渡个仙劫，而我却是9天神雷的加强版灭世雷劫。警报！警报！灭世雷劫即将降临，请宿主做好准备。灭世雷劫嘛，来得正好。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新丰美酒斗时间，千阳游侠多少年，相逢一起为君饮。骑马高楼垂柳烟，醉卧千山下，风过谢桃花。今吾登临仙位，
欲率我顾家儿郎擒回你们的祖奶奶，诸位可敢否？敢！好，既如此，我等出发。无论发生什么，记住，你都要等我。你敢信我就来抢个亲，却被个仙级大阵给阻挡在了外面？居然是仙级阵法，看来咱们的对手来自仙界。哼，区区仙级阵法又如何？老祖且暂待片刻，让我们齐力将其破之。且慢，夫君，若我们的敌人真是来自仙界，此番强行破阵，定会引来其注意。届时我等尚且有自保能力，但他们……顾家儿郎不畏生死，脑袋掉了，不过也就是碗大个疤。18年后，我等又是一条好汉。没错，没错，没错。本老祖知道，你们都是有血性的好儿郎，我为能有你们这些子孙而感到骄傲。但死有轻如鸿毛，亦有重如泰山，在绝对实力面前，你们只能白白牺牲，何不留着有用之身来壮大我顾家？顾家之人听令，在。渡劫8重级以上者留下，剩下的即刻回到族内好生修炼，不得有误。这怎么？难道连本老祖的话你们也不听了？我等遵老祖法旨。剩下的人随本老祖一同破阵。你敢信？原以为找了个3万年前的女帝就已经够狗血的了，没想到这位女帝竟是仙界某势力的圣女。圣女，时辰已经不早，你到底考虑清楚了没有？出什么事了？难道他真的来了？既然有苍蝇溜进来，拍死就行了。是，快把人放了！居然是天生媚骨，倒是个不错的玩物，本座就勉强收下了吧。麦二姐，小心！你敢信我竟然被自己老婆当面分手了？嘿，有点意思，再来！青筋一指，永不倒！青筋一指，永不倒！长歌哥哥，夫君，魔法，记得我，对方到底什么实力？以宿主目前的实力，如果战力全开，只能达到玄仙巅峰的实力，这在下界来说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但在仙界却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原来仙界这么强，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瞬间提升修为，打败他们？这个，我这里倒是有本大湮灭术，符合宿主的要求。只不过什么？大湮灭术可以暂时提升宿主的修为，但已经燃烧宿主的寿命，每500年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维持1分钟。只有1分钟吗？够了！炼化大湮灭术！大湮灭术炼化中，大湮灭术修炼至大圆满。你敢信？我竟然被自己老婆当面分手了！以为临时学个什么破功法就能改变命运？去，让这群蝼蚁知道什么叫做绝对实力。蝼蚁，去死吧！
灭受死，是1000年寿元。这怎么可能？青天一指，永不倒。竟然是这！本座倒是有点人眼看狗低了。你们2个一起上。大孽兽，人寿1000年寿元。旁门左道。孽兽，再给我人寿1000年寿元！我还以为是什么神技，原来是一门以寿元换修为的作死法术。即便作死，只要能守护好我自己的女人，那本老祖也值得了。长歌哥哥，夫君，青天一指，用够了！你敢谢？我都人寿了数千年寿元了，可老婆却当着情敌跟我分了手。顾长歌，实话告诉你吧，我乃上界圣女，而你只不过是这贫瘠下界的蝼蚁。我这是就连仰望我的资格都没有，又谈何感情？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所以，请你赶紧停止现在这种幼稚的行为，我们之间永远都是不可能的。对不起，长歌，或许我们真的只是有缘无分吧。希望来生我们还能相见。长歌哥哥，夫君。所以，圣女这是已经有答案了。以我的身份，又岂能与蝼蚁相守终生？既然这样，那我就……等等，你前面都说时辰不早了，没必要因为些许蝼蚁而耽误了我们的洞房吧？有道理。系统，如果将我寿元燃尽，是否能强过那个家伙？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不得不提醒宿主，若真将寿元燃尽，那宿主也将会随之陨落。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前世，本老祖受女人所拖累，30岁不到就被嘎了腰子。老天爷让我重活一世，本想远离女色，却又被卷入这花花世界。男人在世，当以身立命，举肩扛山，一则守己。自己的女人都无法保护，还叫什么男人？劲爆！劲爆！长歌哥哥，夫君，傻瓜，还罢！再为女人付出一次生命，再让这个世界我的疯狂而颤抖吧！